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七仙玉其實它蠻容易得南美病，像這一顆就是之前有得南美病，然後復原，然後我還有另外一顆，对，像這個南美病的話，就是會從生長點開始有點像燒焦或者是乾掉一樣，然後嚴重的話會讓生長點整個生長點都會被破壞，然後整個乾掉，像是被燒灼或是被病毒入侵。嗨，大家好。這個我等了整個夏天，終於等到了2顆不同花色的七仙玉同時開花了。那橘色的呢是比較常見的七仙玉，對。然後它的花大概就是漏斗狀的，然後尾巴鬚鬚，白天開花，大概開2到3天。然後呢，這個米白色的花呢是比較少見的七仙玉。我之前一直想拍，但是一直想遇到2個同時開花。這個我試着要澆花，但是一直沒成功。然後我拿它來配它也失敗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白花到底要怎麼讓它產生授粉成功，然後產生種子。但是 anyway 呢，這個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這個七仙玉。那七仙玉算是白仙玉屬的仙人掌，原產在秘魯。基本上以前曾經流行過一段時間，然後後來就比較少見了。它生長季是在春末到整個夏天，花季則是在夏天。對，所以它整個夏天，像這一顆的話，它已經開了好幾輪了。如果它健康的話，可以開4、5輪，應該是沒問題的。對，然後就開2到3天嘛。對。七仙玉為什麼我會收集七仙玉？就是因為有些七仙玉它可以長得比較沒有刺，所以我本來是想要收集沒有刺的七仙玉，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瘋狂在買七仙玉。但是後來發現，你換環境的話，或者是你日照多寡的話，也會影響它的這個個體的表現，所以我後來就比較放棄了。像這3顆都是白花的七仙玉，那這顆你看，這都是在同樣的環境裡面要照顧的，這顆就沒有刺，然後這顆也就是刺比較少，但是到後來還是長出來了。那這一顆就整個都是刺，所以有時候也很難說，所以它下一代也不一定會完全的遺傳，對啊，所以我後來就放棄了。再加上我個人不是很喜歡，太容易長成柱狀的仙人掌，所以我就後來就沒有收集了。不然其實我以前有一顆非常老的七仙玉，大概10幾頭的群生，對，後來把它賣掉，哈哈。好 ，OK， 然後回到七仙玉呢，它一般來說它需要異花授粉。橘色花的我試過，它偶爾可以自花授粉，但是種子就很少。然後它的種子呢，有點像兜的樣子，是碗狀的，对。然後摸起來也沒有很硬，所以跟兜有點相似啊，對。但我沒有做特別比較。那種子就長成這樣子，嘿。然後授粉，那白花的話，我覺得就很麻煩哦。白花我授粉 N 次。可以看出來，這3顆都是白花的。那這我只要有機會同時開發，我就授粉，但是沒有一次成功的，所以我還是不知道白花到底是怎麼繁殖，還是怎樣，還是我一直沒抓好 timing 這樣子，對，沒有在正確的排卵期給它受精，對。好，好，種子，然後小苗呢，其實七仙玉的小苗蠻好照顧的，就跟一般的仙人掌的小苗差不多，對，不會太難，對。那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七仙玉其實它蠻容易，應該說比例蠻高的得南美病，像這一顆就是之前有得南美病，然後復原。然後我還有另外一顆，對，像這個南美病的話，就是會從生長點開始有點像燒焦或者是乾掉一樣，然後
嚴重的話，整個生長點都會被破壞，然後乾掉，像是被燒灼或者是被病毒入侵，然後就生長點壞掉之後，雖然藍莓病不至於讓植株整個死掉，可是它會造成整個變醜，然後生長點壞掉，然後它就會變成群生，整個變得很醜啦。對，那當然對植株比較嚴重的話，確實會死掉。對 ，OK， 好，那我們繼續。基本上期鮮芋一般來說都是單頭，你看我這些實生的都是單頭，但是呢也很難說，有些個體長到一定的程度，還是有可能會長出側芽，比如說像這個，但只能說大致上來說，期鮮芋是單頭的個體比較多的，對，如果你種的夠久的話，它就會變成群生也是有的，你看這都單頭，這是我盒子的，對。然後期鮮芋它的根系呢是細根系，沒有塊根，然後也沒有特定的主根，像這一盆，就是它的根雖然很正常，所以看就群生。這一顆呢，應該是從去年就一直擺着，但它一直沒穩根，所以就一直要死不活的。這只能說明，期鮮芋非常的耐旱，對，放了6、7個月或7、8個月，它都就是沒有死，對，甚至還想要開花，對 ，anyway， 所以這之後我應該會用比較保守的介質啊，你看。我這全部都是顆粒土，全部都是顆粒土。對，好啦，這個期鮮芋是蠻耐旱的。好，小苗的話就是小苗，其實期鮮芋小苗的時候就是大概就期鮮芋的特徵了吧？對，然後膚色一般來說是深綠色，對啊，這個比較淺綠色，或者是對一般期鮮芋都是這樣子。那你說要怎麼判斷白花的期鮮芋的形態，或者是這個菊花的期鮮芋的形態？其實我是分不出來的啊。它有可能就是菊花的有可能長這樣子，對。然後像這幾顆全部都是這顆除外，全部都是白花的個體，所以你在菊花的個體裡面都可以找到這樣的形態，對。好啦。那這顆蠻有趣的，就是這顆是一顆刺的，對啊。然後期鮮芋的老刺其實蠻容易掉的，比如說我隨便找個示範，老刺，你看哦，1、2、3就掉了，這麼容易，沒錯，就是這麼容易。所以如果你去撥它的話，還是碰到它的話，很容易就掉刺了。對，好啊，其實掉刺也沒關係啦，哎呀，對，所以期鮮芋老了之後是蠻容易掉刺的。好，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筆記，看得到嗎？好，往後退。好，那期鮮芋呢是白鮮芋屬的，原產在秘魯的這個城市，所以它的屬名是它的產地。然後這個 Mediciniolum，anyway 啊，我不會念。那它是為了紀念美國律師 Marshall Pierce Madison 跟他的妻子，因為贊助了研究工作，所以取名的時候用他的名字取。好，原產在秘魯的亞馬遜省，特別是在這個河谷，然後海拔是這麼高，然後該地區屬於乾燥氣候森林，所以我剛剛的那一顆。它放了7個月、8個月都沒事，你看，只是乾縮而已。好。然後由於過度採集和氣力破壞，所以它已經被列為瀕危物種，一般是單頭。對，所以我剛剛看到的這些都是單頭，但是呢，也有些個體，那這就不是單頭了吧？對啊，好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種得夠久，非常老的老株的話，它還是有可能長出群生的樣子。那群生呢，會從底部，好，它如果是群生的話，會從底部長出側芽，對。
所以你可以看出來，這個都是從底部長出側芽的。好，一般是單頭，然後綠色的表皮，霧面或紗面的質感，然後刺的話0到5根，就是都有可能。那同一顆裡面也有可能一下子無刺，一下子有刺。這跟日照環境還有，所以你換環境它可能就會長出刺，或換環境它變無刺，對，有無刺的個體。所以以這一顆來說，看這一顆小顆的無刺，這一顆中間有一段時間是無刺的，然後突然就長出來了，所以我也是傻眼，因為我當時要收集期鹹玉，其實主要是希望找到無刺的個體，但是我後來因為期鹹玉比較容易就長成柱狀，所以我後來就不太收集它了。对，好啦，那生長速度不快，春夏生長，喜歡明亮的環境，頂花就是生長點附近開花，頂花。好，然後花呈漏斗狀，花色有米白色、橙紅色、漏斗狀，也有比這個更白的啊。我這個是米白色，就是米黃，算米黃吧，對。但我看過有更白的。白花的話，相對來說是比較小朵一點啊，相對於菊花來說，對。但是還是看個體，對。OK， 但 anyway， 都帶一點點米白或米黃，對，就是不是純白就對了。好，然後長約好，原生地主要是由蜂鳥授粉，一般需异花授粉，偶爾可以自花授粉。種子數量比較少，然後果實 1.5 到2公分，然後果實成熟之後，它就會從中間縱向裂開，對，就長成這樣子。然後種子為深褐色、咖啡色，這有點像兜，它有點像內凹的碗狀，對，但比兜的種子好像在一點點意象中，啊，種子長成這樣子，好，然後建議使用疏水介質，這基本上如果你水太多的話，其實蠻容易亂根的，這個我以前有經驗，對，冬天的話就延長澆水時間，夏天的話你就土乾2到3天、3到4天澆水都沒問題的，它是蠻耐旱的一個物種。然後偶爾會得南美病，需補充硼元素。南美病就是這樣啦，這就南美病啦，在生長點附近會有點像被燒焦或者是壞掉。對，嚴重的話就是它會從生長點附近開始，然後嚴重的話會延伸到生長點裡面。有時候也會自己好啊，有時候不會自己好，原因我也不是很確定，只能說它可能缺硼元素或缺這個少量元素造成的。對，那南美病怎麼處理呢？南美病就南美病嚴重的話，可能生長點會整個壞掉，然後就開始長側芽。雖然南美病比較少造成植株死亡，但是會變成讓它變醜，然后生長點壞掉，然後會變群生，或者是生長停滯都有可能。對，然後得南美病的話，也就補充硼元素。那硼的話去哪取得呢？就是眼藥水裡面有硼元素，硼酸。藥房，台灣的藥房也買得到硼酸或硼砂，對，加進水裡面混一混，給它倒進去。比例的話，1:500、1:1000都沒有問題，1年搞一次就可以了。好，總之呢，這就是今天介紹的期鹹玉啦。OK， 好啦，就這樣咯，拜拜。